如果说洛杉矶哪个城市最受华人偏爱，永远绕不开 Arcadia。上世纪90年代开始，涌入了大批华人富豪，优秀的教育、便利的生活、出众的社区环境、数不尽的超级豪宅，如雨后春笋一样拔地而起。Arcadia 呢是20年代初期建立的这一个富人区。为什么 Arcadia 吸引了这么多的中国人到这里来定居？最重要的一个是，很多中国人来了以后，他怕自己语言不行，然后呢又到了一个美国的一个社区，然后呢孩子们呢教育又是他们很关注的一个地区，所以呢你如果想在美国找到一个既生活在中国，还生活在美国，又有非常好的教育资源，又像在国外的度假的、有大地的、综合的起来的时候，它一定是 Arcadia。Arcadia 是左边接的是美国的我们说近城的帕萨迪纳，所有的商业中心在那边，但是它又有一个非常高端的美国的连锁的 shopping mall 就在它自己的城市里边，加上一个大的跑马场，所以这一些里边把娱乐、商业已经紧紧的集合在它这个城市的周边，你非常方便。第二个呢，就是 Arcadia 呢学区特别好，学区特别好以后，小朋友来了以后，到美国来了以后，不是说是父母亲没有资金、没有钱支持他们去私立学校，是因为第1-2年的时候语言就不能支撑他直接一步登入最好的私立学校，所以一般都会先进入公立学校。这个 Arcadia 公立学校是全美国非常著名的这个好的学区，是蓝带，而且呢是在我们整个南加州地区排名是在第2、第3位。移民美国的时候，其实最难的不是孩子们，其实最难的是带过来的爸爸妈妈，他既要生活美国的文化，但是呢又要开始帮助孩子往前走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荡期。所以在 Arcadia 这个地方，华人非常多，然后呢你生活起来的时候，你需要的律师，这个资源，商业的，就是包括会计师，包括开店，他有华人的这个人力在这边的时候，这些资源就是很容易可得。然后呢，这边又有什么哈佛全方位的学院，就帮助孩子们马上进入美国的教育系统的这些所有的相关设施，在 Arcadia 可能是最全的。大家好，我是小浩。今天跟着我们的镜头又回到了，令人着迷的 Arcadia。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历史、传统、数以万计、数不过来的豪宅以及便利的生活设施，在过去的这数个10年内吸引了无数从国内也好、各个地方来好的富豪们，尤其是华人富豪朋友们，喜欢在这里面聚集生活，对不对？是我们从这个房子可以看出来，比较夸张的一点就是它的前院啊，对不对？这个前院轻轻松松的可以给别人一般房子的家庭盖一栋独立房子出来，太夸张。这身后看的都只是前院，它只是为了造景啊。看这个绿地、房屋的身后的感觉，这就是给你一种预期，对不对？就是还没有看到房子的时候，你通过这个车道慢慢的往前开的路程。透过这些树枝，慢慢最后房屋显现在你眼前的这个感觉，非常漂亮的一个偏现代风格的法式庄园型的一个房屋，很漂亮。这就是被设计过的景，对吧？对称，完全从中间来讲是对称的。从街道边来看的话，看不到全貌，但越往前越能看到全貌，确实很漂亮。而且看这个草坪的大小，真的夸张啊！没事带自己孩子在这踢个足球都没有问题啊！真的是。
从这边过来啊，那不用说了，那个豪宅大家都喜欢的什么橄榄树，只不过就是几棵的问题，一定要有的，也算是所谓的豪宅标配了。侧面呢是它的摩托口，从这边开过去，电动门打开以后停室内停车，室内可以停4辆车，轻轻松松没有问题。还有很多工具间的空间的，从这边你看分叉直接转过去了，而且中间的地砖呢也做了一个小的圆形在这边，掉头是不可能的啊，不要想从这边要么过去，要么就从那边走，不需要，不需要，因为从这边走过来可以看到两边的这些 bush 矮的灌木丛剃的是整整齐齐，迎宾迎着你的车往这边走。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伸出来这个门楼啊，以前最早的作用是干嘛呀？包括它的宽度和高度，又是没有用的小知识啊，就是以前欧洲贵族们不坐马车嘛，那马车要过去，它马车要够宽啊，实际上是给马车上下方便的。这个东西不是为了汽车去设计的啊，所以看到早期的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很多酒店啊，对不对？好的豪宅，迎宾的一个区域过来，对不对？正常来讲，有点像拉斯维加斯威尼斯人酒店的感觉了，出来是不是？你要出来以后，拎包的小哥就过来了，来需要什么服务的行李就帮你卸下来了，对不对？所以说中国来讲，就是四合院前面的楼栋有几排，然后美国挤进门挤进楼的这种感觉。那这西方来讲的话，前面你看简单的这些罗马柱的支撑出来的这么一个空间，走到了它中间的就是下车的位置，那自己主人访客从这边可以优雅的下车，不论什么季节，下雨也没关系。虽说加州很少下雨，从这边简单迎宾的区域啊，典型的一个喷泉，也象征着财富，对不对？好运。那放到门口正面的位置，从这边呢是它的另一侧的车道，从这边直接上去就可以开出去了，做一个非常优雅从容的掉头，没有任何问题。那站在我这个位置看向前面，其实和路边也有很深的一个纵深的距离，可以看到整个房屋它非常的靠后，因为它地足够大。那身后这边可以看到啊，它两侧房屋的对称，上面两边伸出来的这些 Juliet balcony， 对不对？都是楼上卧室的位置，非常漂亮的一个法式的外观的房屋。身后双开门进到室内，来为大家详细介绍它室内的空间。这个设计师是 Robert Tong， 也是我们 Arcadia 可能最著名的一个设计师。然后这个室内设计师是 Jennifer 的这个 team。Jennifer team 也是应该是我们这里最好的一个室内设计师的 team， 他们两个共同打造的。那设计的里边理念是这样，它是楼下就是动的，而且呢楼下呢就是它把区域分开以后分成了动区是我们公共的玩的、看电影、吃饭、聊天的地方，再往右一侧就是安静的书房。书房后面其实有两个套房，这两个套房呢，其中第一个套房它是给老人家的。也是我们中国的父母来的时候，一般都是跟孩子们一起住，不可能像美国的父母亲说来了以后到外面去住，是绝不可能的。所以他一定是把副主卧是放在楼下的。一个呢，就离我们这边草的地区，它还有自己相对的独立的空间。第二个呢，隔壁的那个房间实际上是一个客房，小客房，就是说如果是有朋友来了，老人不在这儿住，爸爸妈妈带着小孩，他这个区域就是他单独的一个客人的空间。如果是不考虑自己家人的老人来住的话，如果是老人来住了，但是你偶尔也有一个同学啊或者怎么来的时候，就跟老人的一楼，它不跟二楼的所有整体的是去串。二楼呢，它有主卧边上有一个小房间，一般是年纪小一点的孩子们可能跟父母在一起，就是他可以容易照顾。剩下的另外的几个套房就全部是在1、2、3、4个套房全部是在另外一侧了。那就孩子们大一点，像远离父母，然后有自己独立空间。然后呢，那一区跟父母分开以后，还有自己的健身房、桑拿、干式桑拿都是在那一侧，而且他们也有自己的楼梯下来。比如说他要下来吃饭啊什么，他不需要通过到了主楼梯下来，他直接从那边就下去，开着车就可以出去，然后再过来就可以吃饭，或者直接到后院，他都是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小楼梯，直接可以来使用这样子。就是所谓的这个豪宅的话，它一定是对称，然后是经典，
那它用的这个楼梯，旋转楼梯是飘离的，大家都看见过飘的那个。它要求做全旋管的时候，一定要求门面特别的宽，才可以做到这个高挑宽敞，才能把这个架子做出来。所以这个房子做到了，这个房子做到是挑高差不多是在30尺上下，然后再加上大的玄关。然后呢，这个你进来以后还可以直接看到后院的景，直接可以看到，所以这一块的话是属于这个比较有特色的。来到室内，开始为大家介绍整个室内的情况。可以看到，一进来，首先典型的Arcadia豪宅的风格，双回转楼梯。直接上到2楼，左右各有空间啊！因为跟大家介绍，房屋是一个平铺的房子，等于它其实是个房子南北一个长条嘛。那我们先一部分一部分给大家介绍，跟着我们的镜头转过来，那也是刚才大家看到我们看到的视角，非常漂亮的一个双楼梯，半旋转的上到2楼，可以看到都是铁艺的楼梯扶手，实木的楼梯台阶。地面全部都是用天然石料全部的铺满，所有的墙面都是用墙板、木板进行的铺设，而且还有很多雕花的设计，细节也是拉满啊。那更不用说一进来30尺高的一个穹顶的设计，中间一个圆形挂下来一个非常漂亮的水晶吊灯，正下方放着一个雅马哈的钢琴。那其实双楼梯中间放钢琴，这个我觉得没有比它更合适的了，对不对？是，放别的东西就差点意思了。我们从楼梯这边往这边走，它这个户型其实挺有意思的，它的径洞是完全分离的，也就是从正门啊，你进来以后，一看过来以后，首先是有一个小的迎宾的会客区啊，或者是对外的一个小的 living room， 也有 fire pit 可以点燃，非常漂亮的一个外包的一个形状，也是比较偏欧式的设计，墙上的挂灯也很漂亮。从这边其实已经能看到你的后院的景观了，是一个小的 picture window 出去。我觉得在这边简单招待一下客人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它和家里的空间是完全切开的。咱们传统的印象中，从这边直接就能到 family room 了，但它不是，它楼梯下面就是这一个空间，完全切割开。所以不太熟的朋友，简单在这边招待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从这边再过来一点啊，首先其实这个空间也是不错的，我们往这边走，转过来。从这一侧往回可以看到，从正门看，它整个的空间也是非常大的。那豪宅和小豪宅、轻奢房子差别呢，实际上就是进来foyer的这个区域了。所以我反复跟大家提，这个是属于 Arcadia 豪宅，真正到豪这个级别的房子才能看到这样一进来的空间感给到你。那一般的咱们频道也看过吧，500万、600万的那属于轻奢，那这个是正经能算是豪宅了，应该对不对？我们往这边走一点。也就是一门左手边这边呢，是它的正餐厅，它的 formal dining room 的地方，轻轻松松的放了一个8人桌。那实际上你再大一点的桌子放10人、12人都是可以的。拱形门的设计，一进一出，其实正对着那边是厨房的位置，所以它整个厨房的动线是很合理的。大家不要觉得一进来，怎么餐桌在这个地方，会不会离厨房太远？没有，人家已经考虑到了，从侧面的服务的 service door 打开，直接就能把热腾腾的菜就端过来了。中国人是很讲究锅气的，不可能说穿越半个房子给你送菜嘛，对不对？而且整个的 dining room 可以看到氛围也不错，全部都是这种偏大象灰的这种墙漆的刷涂，下面的地脚线以及上面的地脚线都是有做铺设，以及一个 drop ceiling 在这边，上面也有环形的灯带埋藏在了里面，挂了一个偏复古黄铜色的一个挂灯在这个位置，给大家更多浓浓的这种老前锋的感觉。是，整体来讲它单应用是很好的，而且这边要一个半的法式小飘窗嘛，飘出去可以看到它是宏伟的前院，所以说这个前院其实用宏伟一点也不过。你想，它的前院真的是怎么说，就别人盖一个房子没问题吧？对，前院后院加上房子空间足够了，对不对？我们继续往这边走，也就是一进门的右手边这边呢，传统了 Arcadia 的传统，豪宅的传统，就是一进门你要不然在左边，要不然就是在右边，一定会看到一个正式的书房。那通常这个书房一般是给男主人使用的，所以它的色系呢比较
深重、深沉、稳重一些，比如大量的深木色的所有的墙板的铺设，那种深色的木柜全部都是打好的，中间放着一个别管是老板椅、老板桌也好，正中间的位置2个小椅子放那边，必不可少的也要放一个地球仪。住这么大的房子，心中能没有世界吗？对不对？这么大房子的人，你的心中光是小家了，你要瞻眼全球了，对不对？是。那同样的也是非常棒的一个对称设计，就是这一侧的空间也有一个法式小飘窗，半伸出去看到自己的前院，但整个的色系包括窗帘啊搭配，全部都是符合这个比较稳重深沉的色调的搭配。包括你看这个上面啊，赵师有没有发现它的这个空间的 drop ceiling 上面的这些木纹的雕刻的细节非常的漂亮，是，这都是要额外花钱的。你简单贴个普普通通的框 molding 当然可以了，但它要雕花那就不一样了，这个对木工的要求就又不同了。那么从这个区域出来，回到中间这个位置，万变不离中间嘛，因为它是一个偏长方形的一个房子。我们从楼梯的这一侧过来，房屋的动静分离，那边主要是动区呢，这边是它的房屋1楼相对的静区。可以看到，几乎公共区域是没有裸露的墙面的，全部都是用墙板、木板做了铺设。过来以后，所以整个房屋的照明其实也不错的啊。去这边之前，先给我来2步，往前多走2下。过来到这边，是它很多大到这个尺寸的房子都是有双楼梯系统的。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是必须的了，包括服务人员。包括后面是车库嘛，4车库从这边过去，只不过车库现在堆了很多屋主的杂物，暂时就不展示了。旁边是洗衣房，洗衣房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呢？通常来讲都家里有阿姨会帮忙来洗衣服了，到这个尺寸，对不对？是。而且要是没有注意，它门后面有一个就专门头墩布的一个小区域，这个就特别符合咱们华人的一些习惯，一些拖把呀，你需要有一个下面地下的池子能稍微冲一冲。OK， 你都在上面的 sink 里面举这么高不干净嘛？对不对？所以想的还是很周到啊。那不用说，这边的楼梯也没有马虎，都是铁艺的雕花，从这边上去没有任何问题。镜头稍微转过来一点，到这一侧，这一侧呢同样有2个卧室。其实整个房屋大家如果细细可以翻到，它的很多的下地脚线都有做大量的开关。这样，比如说节日啊，偶尔的灯饰啊，你不用担心在任何地方，因为很多大的公共区域，它都能够让你接到开关电源使用。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卧室，尺寸来讲呢，这边中规中矩，正常的尺寸不是特别的大，但身后这个尺寸呢，属于1楼的专门为长辈准备的一个卧室了。我们进来看一下，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呢，它其实当时房屋整个建设的理念，它就是为家里面的长辈。父母考虑的，因为父母啊，咱们华人很多家庭来讲的话，一般都是3代同堂，那甚至4代同堂的都有，尽量都有住在一起的习惯。除非孩子真的已经很大，结婚了啊，这也是屋主为什么卖房子其中一个原因，孩子真的很大了。那进来空间非常好啊，因为它是一个正式的主卧室的设计理念去做的。那看到层高啊有11尺了，超过10尺的，教室跳起来是摸不到顶的，对不对？够呛。11尺。也都是这种雕花的框 molding， 非常的漂亮。身后呢有一个简单的储物的空间，衣帽间，可以看到放一 king size 的床，在这个空间里也是显得非常的渺小了，可以说是。但因为它空间很大，那这边一个法式双开门，打开以后直接正对的是热泡池和它的后院，也能看到一定后院的景观，隐私也没有问题，在房屋靠后嘛，也很安静。那身后这边。是它楼下主卧室的一个卫生间的地方，同样啊，双 vanity 洗脸的洗脸盆的洗脸台的设计，浴缸包括淋浴、马桶空间全部都有黑色的天然石料，整体空间也大，也很漂亮。那我们整个1楼的，进来右手边这侧介绍完了，跟着我们镜头回去那边看看它 family room 还有厨房的空间。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这个家庭间它是连着的几个比较重要的别的这个功能，比如说直接进电影院，然后直接进酒窖，然后呢这个空间非常大。其实如果说你要来布置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多功能的区，就是小朋友可能是在前面看电视，老人可能在这边读报纸或者聊天，所以它尽管是一个大的家庭间，它实际上还是有功能的分区的。
是有这个不同年龄段或者不同的人组的时候的分区。然后呢，这个最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这个房子里边居然做了一个棋牌室或者茶室，就在这边。这些是非常有亚洲特点的。然后呢，比如说小朋友在这边玩，老人可以在里边打个牌，然后喝个茶。它是一个完全静的一个，是它当时这个房子的设计的时候，它把静和动完全分开了。静的区域，动的区域就是我们这些流动性的，大家一起玩的。但是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棋牌室和茶室，然后楼上其实还有一个专门的阅读间，还有一个画室。所以呢，你想要这个就是安静的时候，你可以品茶、读书。也可以创作在棋牌室里边，所以这些功能是非常难得的，这是设计师根据我们这个地区的这个风格可以安排进去的。从这边过来以后呢，到family room过来之前啊，去厨房的过道以及电梯，2层的房子。电梯也一样配的，豪宅标配。用不用一说，但一定得有。是我有了，至少观众朋友们挑不出问题了。现在观众眼越来越尖了啊，看着房子让我们惯的嘛，看这个房子以后觉得啊，没有电梯，没有这，没有那，而且2层的房子，说实话，走楼梯一定比电梯快，是对不对？而且过来这个空间，其实顶上它也做了一个小的 drop ceiling， 一个小的挂灯，就是不太一样，就是换区域的感觉，一个区域的过渡嘛。那过渡这边一过来，先我的身后这边是它的 powder room， 给客人使用的。它整个的颜色的搭配啊，包括墙纸啊、台面啊，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偏现代法式的风格。尺寸也是不错的，挂灯选择的也还是可以的。我觉得它整体就 powder room 来讲，这个 powder room 算是好看的，还做了个小隔离。哎，对，和马桶地方还做了一个隔离，证明它空间够嘛，所以考虑挺周到的。然后正对的是什么？就是它的电影院，真正的电影院。电影院这边呢，不用说，双开门进来，其实再多加一排也是没问题了。它现在只是 staging 成这样，很漂亮啊，包括周围的墙纸啊，上面的 crown molding， 墙上的挂灯，以及 drop ceiling 里面做的氛围灯，一个大的投影仪打在我身后的幕布上面，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经典的电影院。那它后面的窗户呢，实际上也是看着房屋的前院。那这个地方你不光做电影院啊，就是你做任何的，比如说 media room 啊，做一个娱乐的空间都是可以的。是，所以其实它的想象力完全是根据屋主的需要去改变的。那我们这边介绍完以后，出去继续看它的厨房以及 family room 的空间。从这边过来呢，我们一路往前走，就是它的 family room 了，空间是非常好啊。首先去那边之前，跟着我们的动线先往前走，这边呢是它家庭厅和厨房中间一个过渡的位置，其实有这么一个空间还是挺好的，让这个空间显得更加的密合，更加的紧凑，显得更加的舒适温馨一些。那转过来，首先看到的就是它的厨房，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超大的中岛台，上面用天然的 marble 石料对称的一个铺设，放在上面，简单的吧椅，简单的用餐，吃个零食 snack， 其实就在这上面解决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厨房过来啊，这个房子其实过程中经纪人也介绍，就挺让我们意外的，就是他住了10年啊，没有翻新过。这个状态就感觉跟新做出来的房子其实差不了太多了，不可思议啊！对，家里还这么多的小朋友啊，关键还有孩子，对不对？那这边呢，首先是它的冰箱啊，一个 built-in 的双开门的冰箱，那冻箱在这边，冰箱在那边，上面也都可以看到大量的木工的雕花的设计，以及这边也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框 molding 围过来。我们再往这边走，中台和它的旁边的这个柜子可以看到，它选择了2个颜色，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让它这个房子显得不会那么容易过时的原因。它在很早的10年前就用白色了，所以白色你只要别太脏，整体来讲不会觉得过时啊。那中间的木柜其实侧面有很多的雕花的设计，也不是简简单单的木板。我们从这边过来，其实这是我大家反复提到的它的 service 通道，直接通道的餐厅，很方便。是，我们在身后储物空间，第一个是它的 pantry， 再往这边走过来，厨房的主导台上面呢是其中的一个 sink， 打开了以后，简简单单在这边洗一些蔬菜呀东西都可以在这边完成。我们再绕过来一点，过来
可以看到上面中间正对着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的cooktop， 以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抽风。哎，这个抽风是真的不小啊，因为 cooktop 都有48英寸了，这是肯定要超的。这个难道10年前的东西吗？不会吧？这肯定是10年前的，这是没错了，至少10年前是有啊。但关键是它，你知道这个感觉就感觉。一直我们就觉得像没怎么用过的感觉，是不是？包括洗碗机，当然可能有一些个别的用的比较久的有更换了，我相信。Wolf 的一个烤箱在下面也是好牌子。咱们新房子就看这种，对不对？我就觉得是新的。但其实 Wolf 很多年它并没有换太多的设计。你还记得咱们当时看过 Encino 一个老房子，那个 Sub-Zero 那个老冰箱啊，那得几十年的冰箱，20-30年了吧？是，对不对？还是品质是关键，上面也是非常漂亮的 molding 包起来，没有裸露出来的不锈钢的材料。我们再往这边走啊，包括这边也都是同样 marble 跟主岛台一样的材料过来。这边是它的中式厨房，因为主人是华人嘛，那相对来讲一些高温啊、慢煮啊、味道比较大的东西，或者经常使用到的是身后这个厨房的空间。是，洗碗机、sink、冰箱、炉头、抽风全部都有，都考虑到了。我们再往这边转过来一点，回到这一边，那我们跟大家也介绍过，就豪宅来讲的话，肯定得有一个洗碗池是对后面的窗户的。如果完全没有任何一个洗手池、洗碗池对窗户的话，就差点意思了。是。那同样这边也有一个在这边洗碗，双 sink 的设计，也可以直接看到后院很多的自然光呢，也可以洒进来，非常的舒适。包括它的，你看它的 backsplash 其实也选择的白色。就10年前其实用白色的不是特别多，10年前大家都比较喜欢的是那种木色、原木色、深木色可能多一些，就是那个 office 那个 color 是吗？对，没错。所以可能那个时候很多屋主就已经有这个远见了吗？前卫性。我们再往这边走，这是它的正式的早餐厅。早餐厅啊，我很喜欢它搭配的这些圆圆的桌椅放在中间，简简单单坐6个人。小的监视器可以放到房屋，因为房子很大嘛。对，每一个角落什么样的情况，我在这边都看得到了。那屋主简直就是大部分时间就在这儿了，对吧？我觉得正常来讲，除非你家里人很多，要不然主要的就餐区域其实就是在这个区域，因为它也是一个半弧形伸出去的设计，偏法式的这种感觉。上面也有一个简单的弧形的一个吊顶，非常漂亮的水晶灯啊，这都是实打实的很重的灯，挂在这边很舒适。我觉得自己家里人就餐坐在这么一个区域，使用率非常高。也很舒服啊，每面的阳光都可以照过来，而且旁边就是那个小后院的流水，所以使用率最高的应该是它。对，那个是招待朋友大 party 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再往这边走，可以看到厨房和这个家庭的起居室是共享的空间，所以它整个的空间是非常好的，很大，而且每个顶上面的框 molding 都是用雕花的设计，上面铺上的这种顶，整体来讲细节层次更加的丰富。站在这边呢，双开门拉开以后是后院，最后为大家看后院。我们先过来可以看一下 family room。那我觉得现在来讲，因为那个年代嘛，也不是那个年代，这也就10年前。对，也就真10年，大家还是会放电视的。是。现在你看我们频道里比较新盖的房子理念来讲，已经很少有挂电视的了。那其实可能是大家就是这个移动设备的发达吧，所以大家对这个一起围在一起看一个节目的需求已经越来越少了。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过年没有年味儿嘛？年味儿的之一就是围在一起看一个节目嘛，对不对？是。那在这边空间非常好，坐7个人、8个人，轻轻松松，没有任何问题。中间简单的饰品，它是3个 piece 组装在一起的，也非常的可爱，很漂亮。上面啊一样挂了一个挂灯，而且它是这种黄铜的，像锁扣一样的，一环一环接在一起的，完全风格是不太一样的。更加的舒适放松。这个房子进来，它整体的光线是偏暖光的，所以你回到家以后就会比较舒适放松的感觉，不像在外面就要跟打鸡血一样的工作嘛，对不对？我们从这继续往这边走，从这个角度其实看整个这个家庭的空间，它的所谓的动的空间是很舒适的，所以它动静分离还是不错的，是不是啊？是，对啊，那边感觉就是休息嘛，那这边就是所有的活动，各种的活动。以及很多不错的活动，一会儿给大家介绍啊。先看我身后这边，简单的酒吧。其实身后呢，你可以做成一个藏酒窖，打一些酒柜啊，做个恒温都是可以的。这个其实相对来讲
小钱了，跟这个房子来比，做一个改造是可以的。最漂亮的，我个人最喜欢的，旁边这个房间。这个房间它现在 staging 成了一个简单做的一个休息的区域啊，也是这种弧形的伸出去的一个圆形的设计，非常的典型的一些现代法式的这种设计理念。你就直接说几桌吧，一桌还是2桌？这个地儿一桌麻将刚刚好，一个4方的桌子放在这边，对不对？我都想好了，4个椅子放好。那有的人说了，哎呀，麻将嘛，一般有人打的时候，旁边就有人支招啊，要看坐在哪儿，你知道吗？正好，哎，这几个窗台，我坐在这个地儿，你要角落摆得好，我能同时看到2家的牌，对不对？拿个酒，拿个啥？我打麻将，其实我就喜欢这种位置，上帝视角，我就知道左右2个人什么情况。尤其是看到这2家都在等同一张牌的时候，哎呀，我就非常高兴啊！我就看谁先打出去点炮，这个感觉就非常过瘾。不知道就是打麻将不打麻将啊，反正我觉得麻将有人之前还有留言说陋习，我觉得这是很锻炼脑子的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一个活动，对不对？因为麻将和赌博是没有关系，这是娱乐，对不对？是。这个区域介绍完了，跟着我们上去看一下整个房屋的卧室的空间。Arcadia 实际上是有7个区，7个区，但是呢，就是最著名的叫 Upper Rancho。还其次就是 Lower Rancho。那所谓的 Rancho 其实就是庄园，你就听的是吧？这是上庄园和下庄园地区2个区。那上庄园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房子所在地，几乎每一家都是从25000尺以上到1点几个 acre， 甚至2-3个 acre 这么大的地大。第二个呢，街道很宽。第3个绿树都是已经成荫了，像这个几乎是家家户户前面。每条街上前后院都有100年的大树，在整个 Arcadia 起源是从20世纪初期就开始了，所以你能看到1900几年的房子，这种豪宅也是在1.5个 acre 几个 acre 上的。但是呢，这些房子呢，就是一直是在不断的在翻新，差不多是在90年代开始，中国移民慢慢进来的时候，他们开始更注重于就把这个城市里的这些旧房重建这样子的来开发这个 Upper Rancho。其实所谓的庄园地区里面有大庄园和小庄园，所以我们现在在大庄园地区，所以它的价格上千万的，因为都是从25000尺以上开始的时候，所以每家每户没有低于5000尺的，都是5000尺到我们现在这个房子主房价配房价现在是16000尺。所以这样子的使得这个周边的地区几乎是每一个房子都是500万起，推倒重建的就是500-600万，等到建起来的时候就是1000万，那1000万、1000多万到2000多万都有，是这样子的情况。所有建起来推倒重建的也好，原来有的都是豪宅，所以这就保证了这一个真正的我们以前说的美国的老钱，从20几年开始的老钱，20年代初期的老钱，其实大部分的人都选择在这个环境优美，然后呢，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学区特别好，这个附近，所以他们就在这里安家，就是打造了这么一个上庄园，这个大庄园地区的这么大一个社区。这个 Upper Rancho 是没有物业，有一个 volunteer 的物业，这不是一个就是物业管理委员会，是自愿组成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所以他们有24小时巡逻的这个队伍在这边，所以呢，它尽管没有铁门的这么一个，但是它有邻居之间相互这个帮助的这个，加上24小时巡逻的这么一个这个自由的一个存在的时候，就会很多人会选择到这边。我们回到它的楼梯中间的地方，它的佛院，上到2楼，来为大家介绍它整个2楼主要，其实2楼都是卧室，对不对？对。那首先要提的就是你先站到这边一下，你转过来。从这个角度，我一定要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水晶灯，就是在下面的时候，大家不会觉得它有多大，是你真正的上来以后，离近了，你才会发现它的这个尺寸。整个的宽度，它的横向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水晶灯，哎，这个有些东西真的要离近看，而且你想象它的重量，轻轻松松的就大几百磅、上千磅啊，是，
挂在这么漂亮一个圆形的穹顶的下面，还是蛮不错的。每次我看这个设计就想就是 high school prom， 对吧？女生从上面下去，男生从下边接着。你是有什么故事想和大家没有分享吗？完全没有，可能电影看多了。确实，这个画面很漂亮。你说咱们大家可能从小的这种可能都有这种感觉，就比如家里的女主人，对不对？穿个优雅的长裙，或者你嫁女儿的时候，女儿穿着漂亮的白纱，从这样的旋转楼梯一步一步蹦蹦蹦的下去的感觉，经典。下次我们得给观众朋友找一个女生来给我们当模特，是。再有这种画面的时候，实地演示一下，对不对？然后转过来一点没完，这个空间其实两边楼梯上来了以后。它中间是有一个简单的居坐的一个休息区域、会客区域，或者说2楼嘛，你好歹得有一个地儿，比如说我不想在卧室待着，我楼上待一待的地方总得有嘛，对不对？而且它满足了一个采光的需求，是对不对？这边也利用起来，两边的罗马柱半拱形的这个门都有，同样也有一个 fire pit 氛围组的担当，一定不能少。真的很好啊！楼下楼上的这个 fire pit 都在一个地儿，对吧？一条直线，对啊，弄好可以用一个烟囱管道嘛。肯定一个烟囱管道，对不对？设计很好。那左右两边上来，那边是主卧室了，一会儿给大家介绍。我们先过来，房屋2楼几乎都是对称的了，对不对？ Right。那这边其实有一个房间空间进去，它现在是一个作画间、功能间，做什么都可以，茶水间。有个小细节，赵师可能没有发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它那个空间里面灯是用这个里面的开关的。哦，是吗？然后你要摸外面的话，是它的外墙以前的门框。OK。这个原因是以前它是外面的室外空间，后来给它包起来了，变成室内的空间了，所以才是这个样子。对的，所以它包括对称的那边那个也是啊，所以它的开关是原来是在里面的嘛，因为这开关原来是控制外面的那个挂墙的灯的。OK， 我们继续往前走过来。这边呢有一个卧室，尺寸是不错的，很大，有自己的卫生间呢。从这边也有一个 Julia 的 balcony， 可以直接看到房屋的前院，法式的浪漫，法式的双开窗的感觉。其实位置空间，它这个房屋的每一个卧室的尺寸真的是不错，对不对？那我们继续往这边走，再过来一点，简单的这个走道的空间过来，这有一个简单的坐的区域啊，都可以。这是大家刚才我们在楼下的另一侧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它的内部人员使用的，一般就是家里人员使用的另一个辅楼梯的位置。直达的呢就是这一侧的所有的休息的空间。那么身后这边卧室尺寸很好，看后院，自己的卫生间，自己的衣帽间。再往这边走，同样啊，其实我左右各是一个卧室，能看前院和看后院，自己的衣帽间、自己的卫生间，尺寸都是非常好的。那我们进去这一个卧室呢，它现在做了一些改动。进到这个卧室呢，可以大家感受一下房屋的基本的尺寸啊，这是它只是正常的卧室，你可以看到它的尺寸当改成一个健身房了，所以尺寸非常好。这只是次卧，那边还有一个简单的水吧。那身后这边是它的卫生间，传统的以前老的卫生间的位置。镜头稍微再过来一点啊，曾经的衣帽间，对不对？改成了一个干蒸桑拿的位置。这改得很合理啊，因为它不需要这么多的卧室，这卧室真的很多了，真的不算少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空间还是挺不错的，是不是？是。继续回去看另外一边。从这边我们继续回到房屋中间佛爷的地方，就是万变不离中心。是。你永远都要路过这个位置，而且看到这个位置确实很漂亮啊。顺便这么漂亮的地儿，给大家简单介绍房屋的基本信息。房屋7房，10个卫生间，室内面积13608平方英尺，占地1.12英亩，要价1288万8千。突然想说便宜是怎么回事呢？不能说啊，这话会遭恨的。但你知道它是在 Upper Rancho， 那这边的话，其实它曾经这个房子也是楼王啊，就是整个 Arcadia 地区的楼王，当时最贵的房子。那现在拿出市场上，其实这个价位来讲，我觉得就 Arcadia 位置、尺寸、大小各个方面，它贵肯定是贵，不能算便宜。但它在这个区域，它是要卖到这个价格的，因为你500-600万不可能买到这儿的嘛，对不对？你不可能拥有这一切这么大的尺寸的。这样的保养，对吧？这样的房屋条件，你进来其实真的只要花很少的钱，把它往你的个人方面做一定的改修，升级一下，对吧？就可以了。不像有的房子，你知道咱们进来
要大改特改的。对，那 Arcadia Upper Rancho 这边，你买一个500-600万的老房子，你推掉以后，基本上也要奔这个价位来的，是对不对？那这边你进来稍微少花一点钱就都搞定了。是。那从2楼楼梯上另外一侧啊，这是对称的结构，就这边其实之前也是室外，你看它的灯也是在这边能做开关。OK， 哎，你做什么空间，看自己的想象力了，对不对？我们继续往这边走过来。刚才有跟大家介绍过嘛，说这边其实都应该是主卧室，但是为什么这边还有其中一个卧室呢？还记得经纪人怎么说吗？晚上如果说真的孩子在那边哭闹的时候，爸爸妈妈想去过去看的时候，要穿过整个房子还是太大了。所以如果是小朋友特别小的时候，他有可能把2个小孩都放在隔壁，然后有可能会有阿姨跟他们在一起，但是稍微大一点，阿姨不跟他们睡了，他晚上哭闹什么，父母出来是很容易的，一下就照顾，听得见。是小 baby 的地方是吗？没错，考虑的特别周到，就是如果有小朋友，家里比较年小的朋友孩子的话，哎，为了和家长近，方便照顾，所以这边特别安排了一个卧室是在主人房的这一侧的，所以考虑的非常的周到。他很多的想法都是比较我们华人大家中国人会比较考虑到的一些东西了。那么这边呢是它的电梯上2楼的口，那直达主人房的旁边，也是可以看出来主要服务的是主人，对不对？我们从这边过来呢，一个转弯不能正对着门，侧开进去就是它的主卧室。它实际上主卧室里边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夫妻2个人可以在那边，就是它是房间，首先整个大空间非常大，如果是这个空间只放一张床，没有坐的位置的话，这个就太空了。但是它给做到了，就是晚上2个夫妻进去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可以睡觉，可以聊天，可以看电视，可以享受2人世界的地方。同时，它又做了一个书房，实际上这个也可以做成，就是比如说太太的这个瑜伽健身房，她不要到那个健身房去，她可以自己在那边，或者先生早上起来的时候可以跑步机上跑，她可以这边。同时，它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阅读或者一个书房，有的时候就不愿意到楼下来做书房，或者楼下的书房是先生的一个书房，太太也有自己的一个工作室书房，他就直接连着主卧里面，所以那边是兼顾于一个既可以阅读，或者是可以办公，或者是可以改成自己的一个健身这么一个私密空间里边，这是一个设计是非常独特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说，你要如果看的话，这个closet 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它是有 her and his closet 分开了。大部分的房子都是 his 在一起的2个人，但他们就是美国人都是笑话，他说永远要有 his or hers 的，如果是只有一个的话，就变成 hers， 没有 his 了。对，先生的衣服就没地方放的，所以他这个是还是做了一个，就是2边分开。然后中间大的一个转桃的地方，其实是放先生和太太的这些首饰或者领带，这个所以它兼顾了2种，所以他就把男主人的需求也放到这个房子里面去了。然后呢，卫生间也是一个卫生间是它有一个中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圆形的一个 tub。这个现在大部分的就是风格，就是现代的话一定是 freestanding 的，但它为了做成就是更加这个复古的经典的，所以它一般是在就是一个大的 tub 里边，2人可以享受2人世界的时候，它有中间一个大 tub， 然后有一个单独的一个 shower， 但 shower 非常大，2人可以同时洗，还有湿蒸，这个就 steam shower 也在里边，所以呢，它是结合了奢华舒适一起结合起来的这么一个打造的这么一个空间，而且给太太也专门做了 vanity， 就化妆什么的，她都有自己的一个空间，是这样一个设计。进到室内主卧室，其实他也有考虑到啊，你看门他没有说正对着走道，是他侧过来了，双开门过来，进来就是他的主卧室大套间。大的主卧室套间啊，一定得有一个小的坐的区域，一个简单的 retreat 的地方。非常漂亮的一个石雕的 fire pit， 同样可以点亮，提供一些温度和氛围。那当然不用说了，主卧室你楼下都有，怎么可能会少嘛，对不对？是。上面啊，
墙上面也有很多的浮雕的设计，也很漂亮。那一过来呢，首先这边是有一个衣帽间的空间，衣帽间几乎就是男女主人共用了，我觉得挺好，干嘛非得分开，对不对？是非常大的一个空间，两边几乎是对称的布局，中间一个中岛，那中岛的两边啊都是有柜子、抽屉的设计，需要更多的储物，小的衣物你也可以放在那里面，有小的壁橱。这就是女主人自己用的。这儿还有一个，那个我觉得大家一起用嘛，就是如果你还有，没错，不够搁嘛。侧面这个往身后还有一个啊，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是我使用啊，我说大家怎么觉得啊？就是经常用的男女都会放那边，季节性的经常不会用的放在这边。你就看夫妻俩人关系好不好啊？你要这么说也有道理啊，是不是？你这好像是制造矛盾似的感觉，一定要放在一起。来，这边看到这个口了，大家就不用陌生了吧？吸尘器用的是吗？对，中央吸尘的系统通常都会放到车库或者一些其他的位置。那管就是走到哪儿你就插管子就好了，插了管子就可以用。那这边呢是有一个小的居座的区域隔出来。那通常使用的理念呢，就是男主人有一个大书房嘛，或者是两口子睡觉之前想在哪个地方放松放松，看个电视什么的，休息休息，聊聊天，看个书，或者是女主人的书房。哎，我放到这个卧室里面也挺好。OK， 通常女主人的书房不太放到外面。啊，是吗？隐私会更加的注重一些。那男主人主要是外面接客的嘛，干活挣钱的，是对不对？女主人这边，女主人所谓的书房概念，更多是围绕自己的一些小兴趣、小爱好，对不对？我们从这边再过来，我们说啊，床的尺寸，我非常建议就是以后 staging 的公司啊，能不能把床就直接放一个 Texas King 或者 Alaska King 给我们看看过个瘾。OK， 我在上海的 W 酒店住过，就这个床啊。2倍大，哦，是吗 ？JW， W 上海的 W 酒店 ，OK， 可能有观众朋友知道，网上你能看到叫大床房，那个尺寸就是我和我老婆2个人睡，还有我儿子在3个人在床上睡，晚上都是找不到人的这种感觉， OK， 非常的爽，我跟你说。然后再往这边走啊，简单坐的区域，床头采光转角的地方也可以就更多自然光进来。那后面呢，简单也有一个小的阳台，打开以后可以看到后院。打开换个气换个风都是可以的，法师开门嘛。那回到中间这个位置，再往前正对着就是它的卫生间。进来主卧室的卫生间，首先迎面而看到的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浴缸，我很喜欢。在中间的位置，这个就是很传统古典的这种设计的风格了，就浴缸放在中间，两边分开。可以看到周围都是用的天然石料的堆砌，那后面啊也选择用石块做了一个背景板作为一个点缀了，上面也做一个 drop ceiling。开门正对着大房，不是大床，这个感觉是吗？是啊。它整体的浴缸的位置，你看也是相对比较中心的位置嘛，吊下来的这个挂灯，圆形的吊顶 drop ceiling。侧面两边各有啊，这边是男士的洗手洗手池，马桶。那就是你站到这边来过来啊，这边是女士，女士的靠内侧，因为女士这边自己还有一个梳妆台。OK， 梳妆台的尺寸大家可以看到，一点也不将就。OK， 尺寸很好，往这边一坐，简单的化个妆。如果你要觉得光线不好，对不对？把墙上的灯再点开。make sense。对，很舒服啊。那么这边呢？不能光泡嘛，对不对？大家经常用到的主要的还是这个淋浴的shower空间，而这个shower空间是带什么功能的？它是带 steam 带湿蒸的功能的。现在好点的房子都会有了，就把 steam 和普通的 shower 融为一体，对不对？它的 steam 的开关在这边打开了以后，你看到尺寸没问题啊，这很神，这个墙上，对不对？这两侧还有花洒，头顶上的都有。对不对？包括后面洗个澡还要走2步，哎，真的是。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房子，它其实整方面都已经想得很好了，哪怕它是10年前的房子。那今天这个房子我们2楼介绍完了，赶快跟我们去看一下它房屋后院有哪些设施。
出到后院，开始为大家详细介绍后院啊。去那边之前已经很漂亮了，但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区域，从这边的小的林间小道过来啊，其实那边，除了果树啊，其实教授你有看到那个小的桌子吗？就小的那个石凳围起来的，那象棋嘛，哎，是吗？就是你知道，特别适合就是树林之间的这个我觉得以前在北京也好，或者公园啊，老的城市公园里面不都是这样的地方吗？对，对不对？有就是那样椅子，有就是那样的椅子嘛，有的差一点的用木头的，好一点的用石头的，户外一般都是石头的嘛，对不对？放那边下一盘中国象棋，这就不是国际象棋了，对不对？从这边啊，它房屋后院设施挺多。那首先这边是一个卫生间，直接能洗澡的，因为它实际上这一侧我整个身后啊都是它的 pool house， 它的泳池也好，服务后院的休息的房间也好，卧室也可以啊，没有问题。简单做的区域，壁炉、酒吧的吧台在里面，它全部都是可以 close 在一起了。那这边的一出来，还有一个简单做的区域，正对着门嘛，也是不错的。就是再往这边走一点，找了6棵巨大的10几米高的这个棕榈树，这个棕榈树是找着了，但是运进来这个时候就碰到了巨大的困难，因为房子已经建完了，这么大的树你是没有办法运进来了，所以他最后的时候用了大的这个吊车。然后呢，租了个大吊车，然后把整个后面条街封掉，然后呢，这几棵大的这个国王棕榈树是从天而降下来的，下来以后把它种在这里，才能打造今天你看到的这一个南加州阳光明媚的风格的这么一个后院。所以这个其实棕榈树的成本和它安装的成本来比的话，它连1/3都不到。对。所以这个真正的贵的部分，而且你要把城市把一条道路要封掉的话，还要配合警察，所以它在这个整一个安装这个过程当中是个大工程。当时的时候很多就是邻居嘛，就我们说的是好奇心的邻居，都来看说到底是里面发生了什么哦，最后看到是从天而降的大棕榈下去了哈。这就是跟大家有说嘛，它这个房屋有6棵树是拿大吊车吊进来的，这是其中的一棵，给大家单独镜头里面可能没有感觉它的大小，但你说我站在它身边，大家就可以感觉到，哎，这个尺寸，是啊，太够贵啊，壮观，真的是贵啊。对，买树的钱可能相对和运输和种植的钱比较来讲的话1/3是吗？哎，1:1的 ratio 差不多。嗯，我们从这边再往这边继续过来走。身后这2个空间实际上不通的，那它这边呢，它也全部密封了起来。它那边是一个原先室外的厨房，它现在变成包起来了， OK， 变成一个室内的一个厨房的空间了。什么烤肉啊、洗手池，所有东西都有，包括这边台球厅，对，它变成一个多功能室外的娱乐的室内空间了。OK， 包括这边做的区域、壁炉、fire pit 全部都有，没有任何问题。我觉得这2个空间就可以大家1年4季都能使用得上嘛，对不对？我们再往这边过来继续。那不用说了啊，罗马柱典型的，每个地方都要撑起来，隔几步就有一个。那这一侧呢有一个简简单单的水池，这个房子其实正门有一个水池，这边还有一个，那也非常的漂亮。它这边是3层的一个设计，也很好。从这边再过来2步，简单一个台阶上来，身后这边呢有更多的空的区域啊，你可以坐着放松都可以。这已经能看到网球场了，一会儿过去给大家介绍网球场。我们先从这边。从它的简简单单的3个扶阶、石阶，我们走过来，到它的泳池的另一侧。那泳池的另一侧这边过来可以看到，这边是它的楼梯入水的区域，也是相对水比较浅的区域，但它就没有做 Baja Shelf 了。从这边简单的下来，哎，往深处那边去游，来回简单的放松、戏水。都是可以的，所以它从那边的水景啊，是一个延续的一个水池的设计，一直是到那一侧，中间呢有一些简单的 water feature 啊，一些简单的雕像啊、景观啊摆在一起，所以也是，其实它整体来讲到后面也是相对比较对称的一个设计，以及可以看到，包括这是一进来那个小 family， 就楼梯下面那个空间吧。就从正门可以直接看到，哎，直接看到的就是这个画面。那从这一侧呢，同样呢也有一个入水的楼梯的阶梯的位置。我们从这边再过来，
到后院另一侧，大家可以看到后院有很多雕像，这个是个人喜好了啊。所以说，如果你想买这个房子，雕像是涵盖的。如果你想换成自己喜欢的雕像，你哪怕想都换成科比都是可以的。这个大家不用纠结啊，这是个人喜好问题。那他比较喜欢屋主嘛，比较喜欢欧式的风格，所以多了一些欧式的雕像。那如果是华人嘛，所以呢，雕像里面不光有欧式的雕像，我一会儿给大家看啊，我看到了关公。你有看到吗？我有看到关公，我看到菩萨。然后关公旁边，你知道看到谁了吗？关公旁边我看到了凯撒，是吗？就很难想象这两个家伙竟然会凑到一起的感觉，是不是？反正是神就供。哎，没错，反正见神就拜拜，没有什么坏处，对不对？但是不能乱拜啊，肯定是好的神。那侧面呢是说去他的车库的位置啊，从这边过去非常的宽敞。下面呢实际上是小的高尔夫球的果岭。练习推杆的 ，OK， 就是你的那个会员现在有没有激活啊？买了从来不去练，是不是？没有。什么时候 Top 高尔夫跟大家约起来，我们赶紧去练一练，没问题。尽早下场啊！尽早下场。从这边简单的步道呢，我们开始慢慢的往下走，两边也有很多的这个雕像啊，给我突然一种穿越感。我搞不清楚我是在古罗马还是在加州了，这种感觉，是不是？是，非常的威严啊！而且每个都是1:1的尺寸，这么大，因为家里面都是比较小的那种会比较多嘛，而且房屋后院的路灯啊，真的挺多的。你大概就放眼一看，10几个轻轻松松的，是，所以晚上的照明会非常的好。那到这一侧呢，可以看到是绿地，可以这高尔夫球场实际上是不小，小练习推杆。那身后这边呢是一个，还叫 ADU 吗？那这是标准的 ADU 了。对啊，它有自己的门牌啊，780B 呢还是对不对？OK， 那它这边来讲就是一个简单的，比如客厅啊，当个卧室啊，办公室都是可以，看你想怎么使用了。因为其实主房的面积已经很大了，对不对？你想13000多尺呢，你加上这边的空间，那多少尺了？身后过来，这我说的啊。我看见你说的看到了啊，骑赤兔的关中，以及啊，举着大宝剑的凯撒，对不对？身后就是他的网球场。网球场呢，经纪人也有介绍，非常的考究啊，几乎是南北向的，稍微偏西一点，考虑到了阳光和阴影对选手最小的影响，保证公正性。所以网球场啊，讲究的都是要盖南北向的，对不对？这也是这样讲究是吗？这也是没有用的，所谓没有用的知识点又增长了。好的讲究的网球场一定是南北向的，而且要偏西一些。OK， 有多少度很严格的啊，不是说随便弄的。当然那边也放了一个篮球场，想没事在这练练发篮，空间也是够的。这其实赶上一般的小型的篮球全场了尺寸。那侧面也全部考虑到隐私啊，高高的布饰全部围起来，场边的照明设施也是应有尽有，尺寸空间也是非常好。从这边可以看到房屋整个后面的全貌。这几个树真喜欢人，真的是漂亮。这6棵树的钱只能说花的什么值啊，对不对？那今天这栋房子我们从内到外完整的和大家介绍完了。喜欢想看夜景的朋友留到最后，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一定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那这个房子呢，就是算是当年的时候，90年代以后的时候，是我们本地最好的建商叫 Merso 和一个蛮著名的开发商，2人打造的当时的地标。所以他用的这一个就是把角的一个，在日本和很多中方的文化里，把角其实是福地，这是块福地。他在福地里想打造一个豪宅，希望新的主人在这边是在这个福地里边非常幸福的生活。那么，这个如果你既想要有这个大的空间，还想要有隐私。然后还有非常接近这个 Arcadia 的所有的商业，包括帕萨迪纳这些商业。然后呢，教育系统又好，你既可以上好的私立，又可以上好的公立。这个位置就是说全方位的在等待一个，享受，希望能够享受私密性，又追求低调的奢华，又生活极其便利，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在这个福地里边。幸福的生活。